各位听众朋友、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从今天开始啊，我给您表演一段传统评书，叫《后西游记》。您顾名思义啊，这个《后西游记》就是《西游记》的后传。它讲的呢是唐僧取回真经200年以后，因为发生了一件事儿啊，或者说叫发生了一系列的事儿，最后导致什么呢？导致又重新选了新的师徒4人，要再走一遍取经路的故事。那肯定有人问了，因为当年取西经这么费劲啊，好不容易取回来了，干嘛要再走一遍取经路呢？您别着急啊，这不刚第一回吗？您往后听，您往后一听就知道为什么要再走一遍取经路了。那咱们正式开书之前呢，我还得跟您再嘱咐2句。咱们这个频道呢，主要以说书为主，所以我上传的呀，大部分都是整书。这一回书20-30分钟，时间呀也不算短。您各位要喜欢听呢，可以先点赞、收藏、关注一下。您有时间的时候啊，您慢慢听。您甭管是上下班的路上啊，还是晚上睡不着觉，您拿我助个眠呀，或者说您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您拿我当个电子榨菜都行。据我想，您只把我点开了，肯定就是您休息的时候。那只要我能陪您踏踏实实的歇会儿，那您要让我说，这就是我的荣幸。那行了，那咱们闲话少说，正式开书。咱这书从哪儿开呢？我刚才说了，这个书啊是从唐僧已经把真经取回来，过200年了，所以此时已不是唐太宗时期了，是唐宪宗时期。这个宪宗时期啊，大唐的佛法可以说已经到了最鼎盛的时候了。这个长安城里寺院林立，信徒无数，香火鼎盛，一派盛世气象。可是这一天呢，灵山大雷音寺之上，我佛如来开慧眼，远望东土大唐，就这么一瞧，佛祖看出问题来了。大唐虽说是佛气笼罩，可是在佛气当中似乎有点点黑气。我佛如来一瞧就明白了，大唐的佛法传续出现问题了。可是啊，我佛如来没有表现出来，往这一坐，用手点指，叫2位尊者出列。这2位尊者是谁呢？就是玄奘和悟空。这俩人已经成佛了，是常伴我佛如来左右。我佛如来跟这2位尊者呀，没说大唐佛法传续出问题了，就说什么呢？说如今真经东传已有200余年，不知如今人心如何，劳烦2位尊者下界一观。这你们俩人啊，下去帮我瞧瞧，传过去200年了，收收用户反馈去吧。他说的是这话。那说这话也是佛旨啊，师徒2人把这佛旨就算给领了。之后啊，出了大雷音寺，各自驾起祥云，奔这个东土大唐就来了。现在俩人都是佛爷了，那三藏法师那也会飞了。那师徒2人从灵山出发，到了这个东土大唐，无非是眨眼之功。到了长安城边上，师徒2人暗落云头。那2位佛爷不能以真身示人，怎么办呢？就各自收了光华，是隐去真形，变作2个盖僧模样。只见2人啊，破袍垢面，是遍身的污秽，骨瘦如柴，形容枯槁，一看就是苦行僧。这俩僧人呢，一高一矮，您别说还挺有特色。往长安大街上一走啊，边上人一瞧都躲。为什么呀？相貌丑陋至极，满脸的芥赖。可是啊，您要赶上明眼人，还是能看得出来，这一师一徒啊，气度非凡。那佛爷他挡不住啊，你瞧着还是有气质。师徒2人脚踏长安街头，这么一看，这个寺院呢，修的是真漂亮，金碧辉煌，巍然耸立，钟声悠扬，是梵音袅袅，四处皆是信徒在那儿跪拜祈愿，手执香火，口诵佛号，那是满目的虔诚啊。街巷之间也是僧侣往来，皆是锦衣袈裟，法相庄严，耳朵里听的，大家伙聊的都是佛门济世之言。哎呀，这个三藏看着高兴啊，满心欢喜，说善哉呀，善哉！我等当年千辛万苦取来真经，果然是造福苍生，佛法昌盛，乃大唐之幸也。悟空也高兴啊，说是啊，你瞧这意思，咱们当年没白跑啊，看着满城佛门气象，比当年可强多了。师徒2人啊，甚是欣慰。
沿着大街就这么走。可是越走，师徒俩就越觉着不对。走这一路啊，看见的寺院都是香火鼎盛，这个寺院高耸，那漂亮啊，金光璀璨啊，气势恢宏。这寺院修的确实漂亮，可是师徒两个人发现，离着寺院越近的地方，穷人越多。这穷苦人呢，一个个衣衫褴褛，很多老百姓是骨瘦嶙峋，往墙角那儿一蹲呐，面露饥色。你看那意思，好几天没吃饭了。偶然还能听见有妇孺唉声叹气，令人叫于心不忍。师徒二人就纳闷啊，这寺院修得这么漂亮，怎么边上穷人这么多呀？这边上的穷苦人跟这寺院的富丽堂皇是宛如两重天地。悟空一看，他毕竟还有猴性啊，他这个嘴有点急，就问出来了，说师傅，咱们当年长安城附近有这么些穷人吗？三藏摇了摇头说没有啊，当年我太宗皇帝开贞观之治啊，那可真是国泰民安，天下清明，老百姓叫丰衣足食啊，未曾见如此凄苦之景啊。悟空说，师傅，咱们呀不能老跟大街上这么转悠，您发现了吗？离着寺院越近的地方，穷人越多，咱们师徒两人得上那寺里头看看，准是那寺里有问题。三藏点了点头，是，找一座寺吧。那么师徒二人就找了一座大寺，名曰叫禅门寺。禅门寺是皇家寺院呢，那修的那漂亮就甭提了。师徒二人走到山门这么一瞧，来礼佛之人络绎不绝，那队排的一眼望不见头。师徒二人挺高兴，这礼佛之人不是挺多吗？但仔细一看，发现问题了。这个门前呀，大家伙不是这儿排队吗？跟这队头里快到山门的时候，有这么几个和尚。这几个和尚啊，在那儿维持秩序，但是手里头各拿一册功德簿。碰见那个马上能进去的人呢，肯定上前相劝，那口气呢当然是非常柔和了。这位善男啊，这位这个信女啊，你们要想积德修善，要想礼佛，且添些香油钱。说着，那功德箱就往你眼头了地。那善男信女一听这话，乖乖的掏钱呢。大部分人施舍就是一二枚铜钱。这僧人呢，这边把钱接了，这儿给你写功德簿，也不多言，撑死了低声念上一句阿弥陀佛，这算给你祈福了。可是师徒二人眼睁睁就见着一位富商打扮之人，这个人呢，袍服鲜亮，脚步生风，走到功德箱前，大手一扬，竟掷下一锭大元宝，咣当一声落入箱中，直震得功德箱直颤呐！就这一瞬间呀，这寺内是鼓乐齐鸣，木鱼声急，钟磬悠扬，那群僧全过来了，齐声的高颂：善哉善哉，佛祖保佑，施主大善，福泽绵长，福泽绵长，咣咣，那紧着撞钟。三藏一看，怎么了？刷火箭了？这怎么这么大势派啊？这孙悟空一瞧也是啊，哟，我记得当年长安城寺庙虽小，倒也清静啊，怎么来这出了？三藏说，是啊，你要照理说善财供佛呀，家里有点闲钱儿，愿意往寺里头捐啊，这也是积福之道，众生愿给，寺院也能收，这无可厚非呀。但这诵经之人何以因施财薄厚待人呢？那咱照理说，一掷千金者跟布施一针一线者，这区别无非是出身不同，家境有别，可礼佛之心无差呀，修善之愿无二啊。佛门本该是平等待之，怎么今日如此功利呀？师徒二人顺着这寺可就进去了，来到戴雄宝殿的门口一看呢，这戴雄宝殿修的也漂亮啊，这宝殿呀，
巍峨高耸，琉璃瓦日光下熠熠生辉。殿门高阔，朱红色大门半开半掩，从外头能瞧见里头，隐约可见殿内金身佛像璀璨夺目，法相庄严，漂亮极了。这门口也一样啊，排那队排的呀，一眼望不见头。但是三藏和悟空定睛仔细观瞧，心里一惊。他惊的倒不是这队长，你上哪个寺，现在长安城里头哪个寺门口都这么长的队，他惊的是排队之人竟无一人执香。照理说你礼佛来的，你礼佛你得烧香，没有。那大家伙拿着什么呢？或多或少各执银两，手里拿着钱，哎呦，眼神焦急啊，翘首以盼呢。那意思什么时候能到我呀？跟门口这等着。殿门前几个僧人身披锦缎袈裟，手持竹杖，也是跟那儿维持秩序，人太多嘛，哪个门口都有个维持秩序的。这几个手执竹杖，让这队排整齐了，口中同时是高声的宣道，说众位善男信女，想入殿拜佛者，须捐纹银10两，捐纹银10两可扣得如来金身，捐赠5两者可在殿前礼敬，如果只有几文香火钱，那便在殿门外诵经吧。唐僧一听，当时一愣啊，这佛门怎么还讲起钱多钱少来了？难不成有钱的有佛祖保佑，这穷人无缘佛法吗？师徒二人呢，就跟这寺里头转悠，转悠来转悠去，到了药师佛大殿之前了。这座佛殿跟方才所见无甚区别，一样富丽堂皇，香火缭绕，信徒络绎不绝。可是在这座佛殿之前立着一块大牌子，可给唐僧师徒二人吓坏了。这大牌子上写的是清清楚楚，说凡家有疾者，就这是药师佛的殿前呢，说你家里人如果生病了，来这儿想祈福，纹银50两，可得寺内小僧晨钟暮鼓诵经3日。那么100两可得得道高僧亲诵，并赠送开光佛珠。要是500两以上，可邀方丈亲自祈福，甚至可以立碑留名于佛殿之上，以示后人仰望。孙悟空一见这牌子，眉毛一拧，说师傅，这哪是诵经渡人呢？这分明是明码标价，这叫买卖佛法呀！这帮和尚怎的比商贾还精明啊？三藏也摇了摇头，这可不行啊，这纯属胡闹啊！说徒儿啊，这可不对了，我当年取经是为了什么呀？我为的是普度众生啊，怎么现在成了这般模样了？走，找他方丈，找他住持，咱们得说清楚了。说着话，拉着悟空就要找他们管事儿的。师徒二人围着这寺里转呢，这方丈室跟哪儿呢？住持在哪儿办公啊？那都寺监寺都麻去了，怎么一个管事的找不着啊？寺院里所有的和尚，要么是收钱，要么是拿这个写功德簿，这儿给这儿收这儿记，您知道是寺院，不知道以为谁结婚，门口收红包呢。怎么这么热闹啊？问谁呀？全摆手，那意思忙着呢，没瞧见你问什么问？哎呦，这可惜，这好一个闲着的僧人没有啊！师徒二人就这通转呢，转来转去，转到一处侧殿，哎，瞧见了，有一个灰袍僧人手执笤帚，跟那儿啊正扫地呢。这个僧人瞧也就20来岁，面容瘦削，神色淡漠，就跟那儿扫地。扫，这个三藏啊，师徒一看，行，就他像个闲人，问问他吧。走上前去，深施一礼，双手合十，哈哈，这位师父，阿弥陀佛，哈哈，贫僧有事相求。态度很友好啊。这僧人不正扫地呢吗？抬眼瞧了这俩人一眼，一看呐，这俩人破衣啰嗦，
面带芥赖，眉毛一皱，这个眼中啊生出轻慢之色，鼻子里头轻哼一声：“两位师傅来吃饭的吧？吃饭奔后堂，跟后堂等着开斋就行了。”正眼都不给。三藏赶紧说呀：“说这位师傅，我们不是来吃饭的啊，不是来吃饭的。”哦，不是来吃饭的，不是来吃饭，你们干嘛来了？这位师傅，我们前来问答。这个问答呀，这佛教里头咱简单理解就是辩论，辩论一下佛经中的要义啊，一问一答，一个跟这儿问，一个在这儿答，那看看自己是否掌握。因为你自己要是自己研究佛经的话，你容易陷入到执念里头。你经常这段经文你自己想到了，我明白了是这个意思，你自己越琢磨自己这观点越对。那这个时候怎么能让你说察觉一下，说你这个逻辑是不是自洽，你能不能自圆其说呢？得找人问你，所以这个叫问答。三藏想的挺好，我要问答，那我说要问答，你肯定得找管事儿的出来呀。那管事儿的一出来，你要说真要说问答的话，我当着这群善男信女，我问你哑口无言，我驳你体无完肤，这不就完了吗？让这善男信女们瞧瞧你们何等货色。这三藏想的这招不错，所以他说贫僧想来问答。这扫地的呢，一听问答俩字儿，稍微一愣。问答那意思就好不容易就好，跟刚听见这词儿似的，头一回听问答来了。正是贫僧前来问答。哦，那不接待不是凭什么呀？凭什么不接待呢？为什么不接待呀？啊，这位师傅，那问答为何贵寺不接呀？这扫地僧人呐，把这笤帚一支，过来。唐僧师徒赶紧就过去了。扫地僧支着这笤帚，瞧了瞧四下无人。你们俩吃饱了撑的啊？问什么答呀？你们俩这不找麻烦吗？我知道你们俩怎么想的，我知道。咱不都是啊？你看，咱不都干这个的吗？对不对？你们呀，要想赚钱，咱都这门里人啊。我跟你说实在的，你要是想赚钱，拿手一指善男信女，你从他们身上想办法呀！啊，你别打我们主意。我知道你们俩捯饬成这样，准也花不少钱，是不是啊？又找那造型师，又找发型师，特效化妆都得弄上。我瞧出来了，啊，你们俩人肯定说钱花了，啊，那你有投资就想要回报啊，对不对？那你要想挣，打他们身上想辙，知道吗？你说你跟我们问答，你较半天劲，抬半天杠，能赚多少钱呢？是不是啊？啊，别跟我们这儿折腾。三藏一听可有点不乐意了，说师傅，问答乃是佛门中人检验所学经文是否吃透啊，经义是否掌握呀？何以在你口中怎么成了抬杠了呢？这扫地僧人说，你这人怎么这么迂腐啊？什么佛法真谛呀？你是不是和尚？你要是和尚怎会不知这年头讲经就是讲钱呢？这世上哪有白费口舌的道理啊？一日佛门千金香火，一生佛号要100两的功德，知道吗？你问答能挣几个银子呀？啊，你那佛法参悟的再透，价值几何呀？哎呦，孙悟空跟边上一听可有点火了，把牙一咬，那意思上前要发作。三藏给他拦住了，别着急。但是三藏心里头也不乐意，上去还是抢白了一句，说师傅，佛在心中岂在钱财呀？若佛法可卖可买可量可算，那你这禅门寺供的是佛还是钱呢？哟，
这扫地僧人一听这话，当时把手里笤帚往地上一蹲，好家伙，你哪儿来的野和尚啊？啊，敢在我禅门寺里头撒野！你知道我禅门寺是何等大寺吗？啊，我们这是皇家寺院，皇上钦点的。我们住持方丈乃是皇家的国师，出入皇城都不用通禀。你算老几呀？你上这说三道四，我告诉你，我们这禅门寺不是寻常寺院，知道吗？说话小心点。当年取经成佛的陈玄奘法师知道吗？悟空一捅他，还有你的事儿呢，听他说，还说，哎，我告诉你，陈玄奘法师就是在我们寺里作化成佛，哈哈哈哈哈，就是在我寺中啊，这就是他圆寂之地呀。三藏一愣，谁跟你这儿圆寂了？谁？扫地僧人一听，哇，连玄奘法师你都不知道，你怎么就敢出门骗钱呢？那当年玄奘法师西天取经归来，传遍佛法，弘扬大乘啊，那功德无量，在此处圆寂成佛呀。如今呢，他的佛骨佛牙就供在我们寺里头，每30年开一次，叫佛骨佛牙会，那是何等的盛事啊！三藏一听，谁呀？我呀！我什么时候跟这儿作化成佛了？我怎么一点不知道啊？三藏跟这儿愣了半晌，不知如何作答。这扫地僧人没看出一点异样来，反而是越说越起劲，说你们呀，山野村夫，山间野寺的和尚什么都不懂。我告诉你，你们不是想来问答吗？过几天就开这佛骨佛牙会，你们抄上来。30年一度的庆典呢，整个长安城所有信众是都来朝拜，到时候自有得道高僧是讲经说法，要普度众生啊！你们要想听经问法，你们把握住这机会就行，知道了吗？甭跟我们找麻烦。三藏这会儿有点反应过来了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不要再说了。我先问问你，这个玄奘法师哪儿来的佛骨佛牙呢？你可别蒙我呀！那玄奘法师我可认识。又坏了，此话出口，三藏就知道我说漏嘴了。为什么？您算呢？陈玄奘取经回来，圆寂您这200多年了，那圆寂的时间很长了。当今圣上已是唐宪宗了。他如果说自己认识，这不让人起疑心吗？如果让他察觉自己身份有恙，那这俩人不就暴露了吗？可万没想到，自己这话这么一出啊，那扫地僧人不觉惊讶，反而是冷声一笑，哼，就看这两个人，你认识陈玄奘，你们指这个骗是吧？哎呦，你们怎么能指这个骗？我劝你们啊，换个说法。玄奘法师圆寂多少年了？圆寂都200多年了啊！你们说你认识他，这谁信呢？你们这套话术啊，你就蒙蒙那些山野村夫。我们这是哪儿？我们这是长安城皇家寺院，来这一套，好家伙！我跟你说，这地方人不信你这个，谁能上你这当啊？回去赶紧换个说法吧，免得闹笑话。哎呦，这一句话给孙悟空气的又要发作。可这时候呢，三藏突然眼珠子一转，拉住了悟空，拿手掐了掐他手腕。悟空一愣瞧着师傅，他要开口要说话。三藏一摆手，心中已有了计较。什么计较？他刚才说了，不是要开佛骨佛牙会吗？这次来本来就是领了法旨了，领了法旨到这儿来，不是要摸摸底吗？看看佛法跟这儿传的怎么样吗？佛骨佛牙会有很多高僧登坛讲法，这不是好时机吗？行，三藏双手合十说：“好师傅，您说的这个建议呀，我记下了。贫僧斗胆问一句，
现在这长安城中，谁讲经说法最好啊？这扫地僧人一听啊，当时这鼻孔又冲天了，眉毛一扬，哦，你问这个，那自然是玄奘法师第6代弟子。这位高僧啊，每次登坛讲经那是万人空巷，僧俗共赏，香火鼎盛啊，连皇城里的贵人们都要争相前来聆听。哦，好啊，那敢问这位大师他的名讳？这位大师啊，就是我禅门寺之方丈，法号无中，世人尊称为生有。唐僧一听，好，无中生有，好。哎呀，各位啊，我作为说书人，在这儿我就得给您批2句。这个无中生有4个字用的颇为讲究。这个《后西游记》到底是谁写的，咱不知道啊，只知道是清初成书。有人说就是吴承恩写的，有人说是别人写的，反正争论不休。甭管谁写的，但这位写书的先生，这个文笔确实很好。为什么？您听他给这大师起的名字就看得出来。这位大师名为吴中，世人尊为生有。那么京城的弟子们称呼他叫生有法师。那这生有法师对应的是什么呢？它对应的是悟空。那佛门讲究的是放下，讲究的是空，讲究要看破世俗执念。那么唐僧这一路取经劝悟空修行，劝的也是悟空2字，你得去悟这个空字。可是如今长安城中最有名的讲师居然叫生有，那你有不就是放不下吗？那你这放不下，你追逐于有，那不是违背了佛门的真意吗？这不就是讽刺吗？那如此一来，这位生有法师定然有大问题。师徒2人对视一眼，心中已有了计较。唐三藏双手合十，冲那位扫地僧人是淡淡的一笑，多谢师父提点，咱们有缘再见。说完话，三藏和悟空可就不愿意跟这地方多待了，2个人找了一家小寺院，可就住下了。单等第2天，这位生有法师是登台说法。那么您要知道，这场讲经会上还有如何荒诞离奇之事，咱们是下回再说。